油车加一次油500，新能源车加一次油50。很多人为了节约成本啊，买了电车，但是第一波电车车主换电池的价格居然达到了全车价格的50%左右。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我是一个讲神秘历史的博主，几乎不说这些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些事儿它就是很神秘。首先你要认为买了电车以后会节约很多的家庭开支，其实这根本就不符合底层逻辑。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爆火，它有2个原因，一个是大势所趋，一个是政策允许。一旦是政策允许了，这个事儿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比如说房子为什么贵啊？为什么贷款可以做30年？为什么银行利息让人还得很累？公摊面积是谁创造的？为什么物价和工资总是和商量好了，让绝大多数的人存不住钱的同时又不敢请假？为什么看病也贵？为什么烟草税费也高？为什么学生补课不像打黑那种力度彻底的清除？以上我说的这几点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说的好听点呢，叫做促进经济内循环；直白一点呢，资本手段。如果难听一点啊，这个我就不能乱说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讲讲古代的事，毕竟啊，读史长智，文案也比较隐晦，大家仔细听。早在2300多年，百家争鸣，华夏大地上出现了很多大的思想家，比如说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子，也就是他们的出现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来每一个人的行为、三观和思考方式。因为这些思想分别都提出了不同的治国理念，但是说到底呢，这些大的思想家他们只是工具，最终采用谁打压谁得需要什么呢？政策允许。比如墨家弘扬的是什么？人人平等的兼爱思想，君臣之间、臣民之间不玩什么高低之分，并且墨家反对的是世袭制，说天下的王要选择有能力的人，你皇帝下一代的儿子是个傻子也要当皇帝，那不耽误发展吗？这就是墨家人他们提出的思想。但是墨家在秦国统一后不久便神秘的消失了，然后谁被采用了？儒家。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汉武帝时期啊，儒学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人要分等级，拉开贫富差距，给人灌输信命的思想。就是什么意思呢？出生贫苦百姓家的孩子永远都不要想着翻身，祖孙3代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因为这样啊才能保证贵族的利益、皇权的利益，要不然动不动出来那么多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人，皇帝他受不了。本来是一家姓的江山，哪天让燕雀和鸿鹄2个人啊给拿捏了，可就废了。而且后来的儒家还玩什么？提出一个孝字，百善孝为先。听着这话没毛病，但是怎么才能做到孝呢？父母死后呀，要守孝3年；同性长辈死后守孝1年；异性长辈死后守孝半年，并且在守孝期间不能参加任何的劳动，要终日苦妻，丈而后能喜，夫而后能行，这才算是个孝子。说白了就是编造一个概念，然后让底层的人全部遵守，目的呢就是磨灭你，然后啊再提出厚葬久丧，有钱没钱砸锅卖铁也要厚葬。这种文化思想被历代君王啊延续到直到近代。以上说的那些呢，其实也都是儒家的冰山一角。我们今天啊不说那么多儒家，我们说说道家。道家一直都很神秘，也没被封杀，也没有被弘扬，是怎么回事呢？自从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才知道真相。1971年的时候，长沙301医院正在施工作业，一下子就把2000多年前帮助刘邦打项羽的道家宗师长沙国的丞相戴侯立桑的墓给挖了出来，很惊人啊！里面有1000年不腐的女尸，有现代工艺都无法复制的肃杀单衣等等，关乎很多道家失传的技术。最主要的是还发现了很多文字，这其中啊就有老子5000言的内容。什么是老子5000言呢？就是《道德经》。翻译过后才发现，帛书版《道德经》竟然是我们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版本。帛书版指的就是马王堆汉墓出现的文字，也就是2000多年前的《道德经》。惊人的是呢，和我们今天的认知的《道德经》完全不同，700多处被后人篡改过。真正的帛书版《道德经》啊，竟然是德在前，道在后，叫得道经。德是人的修为，道是自然的规律，德在前是更注重修为能力，其次要符合天道规律。而道在前呢，要符合天道规律，其次才是人的能力和修为。那么这里天道是谁定的呢？皇帝定的，是根据什么定的呢？儒家思想。而篡改的内容更加的精细，大器晚成是假的，帛书版是大器免成，而大器晚成它更类似于一种鸡汤，后续的几百年里啊，给无数的年轻人没有作为找了很多借口而已。曲则全，枉则直也是假的，帛书版是曲则进，枉则定。原本的道家文化是弘扬勇敢坚定的，被人篡改成委曲求全的意思，让老百姓呢学了上千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也是假的。帛书版啊是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静。真正的道家文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不争无为这些观点。还有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假的。帛书版是持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一个是知古见今的意思，一个是注重当下实事求是的意思。总的来说啊，帛书版《道德经》和通行版《道德经》它完全不同，几乎每一章每一句都不一样。
而《道德经》之所以被篡改，是历代君王为了固化民众思想，他不希望普通人都能拥有大智慧，而是用儒家思想来育民愚民，将老子的道再篡改成不争无为、遵从天道这种思想来固化底层民众，让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度、士农工商、男尊女卑、君子以固穷、贫穷也要安贫乐道的新命观，让底层人永远都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贫穷是与生俱来的天道，服从是做人不争的大道。所以从汉朝到民国这2000多年历史，根本无法调动起底层老百姓的积极性，荒废生产，无法创新，贵族士大夫阶层呢也贪图享乐，这才是一个1000年历史不进步的根本原因。说白了，就是统治者搞等级分化，拉开贫富差距，导致科技生产都无法进步。自从时间到了1971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的道家的真相，公开了道家失传的技术和思想，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真正的文化是强悍的。所以博出的老子5000言，专家坚持一定要出版，但唯独名字还要叫做《道德经》，因为谁也不想打破这长久以来的固有思想。但是内容都是马王堆出土的真正内容，它不仅印刷很好，内容很全，最主要的是每一页都有篡改前后的对比，还有翻译。这本帛书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收藏一本，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介绍完这本书，我们再回头想想开头视频的话题，结果都进入了深思。